恐怕如今整个太古仙域之中，真正知道封神殿，并且知道那么清楚的，根本就没有几个。而面前这个女人究竟是谁？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些消息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一派胡言。当年不过是些人族和妖族忌惮封神殿的强者，不希望受到封神殿的管制，这才联合出手。我们封神殿不希望造成血流成河的局面，所以这才隐忍了下来，选择了避让。什么死灰复燃，我们封神殿一直都在，只是不想要再参与太古仙域的任何争斗罢了。但我们的使命一直都在，那便是维护太古仙域。我不管你们和当年的封神殿有没有关系，但今天谁也别想打扰陈长安的修炼。好狂妄的口气啊！就凭你们两个，也想要阻止我们？两个？妈的，别瞧不起了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当我们三个是摆设不成？就算你是先帝五重又如何？在我眼中，你依然不过是一条狗而已。况且，先帝五重也敢在我们先帝巅峰强者面前叫嚣，简直是不自量力。好，不自量力是吧？一坨干他！为啥是我？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。好，既然大黄哥这么看得起我，那我就不推辞了。看样子是时候将我的毕生绝学施展出来了，否则还真被他们小瞧了。大黄哥、小秋野，你们两个看好了，王八拳！王八拳？这是他妈什么绝学？这名字好听吗？这王八有古怪，躲开！砰的一声巨响，其中一名先帝巅峰强者竟然直接被一坨的王八拳给轰飞了出去。这王八居然这么猛！现在知道我王八拳的威力了吗？一坨突然站了起来，一脸高傲的表情。只可惜那两只想要背在身后的手却怎么也背不过去，这让一坨感觉十分的不爽，这太影响自己威武霸气的风范了。与此同时，大黄和小秋野也是显出了本体。麒麟一族，龙族，这……我不管你们如今的封神殿殿主是谁，别找死！妖族远远要比人族团结，若是动了大黄和小秋野，麒麟一族和龙族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加上一个实力强劲的王八，他们感觉自己并没有多大的胜算。你们可知道，陈长安的行为究竟会对？知道又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走还是死，你们自己选。你们是铁了心要和我们封神殿为敌了是吗？你们随意，但为敌的后果，我怕你们承担不起。承担不起？当真以为封神殿就只有这点实力吗？好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这后果是谁承担不起。走。这算不算是放虎归山呢？他们走了，恐怕会引来更多的麻烦。咱们一起联手，没有把握留住他们吗？有，而且我们杀了其中3人。啊？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还要放他们走啊？那就杀了呀。可我也会死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有我大哥在呢。你死了，再让他给你救回来呗。陈青青一脸冷笑着向着大黄看了过去，这笑容看得大黄也是浑身发冷啊。放得好，咱们不跟他们一样的啊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那打打杀杀的多伤和气啊，都别死，都好好的活着，共建美好家园。能把脚收回去了吗？封神殿的人应该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帮助陈长安争取时间，也不知道他这一次的修炼究竟还要多久。我就是个看热闹的，这应该没我什么事情了吧？你们别拖我下水啊！来不及了，他们已经认定你和我们是一伙的了。老头儿，你现在要是走了，那就是背信弃义，不讲道义。再说了，你走了，封神殿就一定会放过你吗？跟我们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，有我大哥在，你怕个屁呀！别说什么狗屁封神殿了，那就是真神来了，看见我大哥也得跪下。你这么爱吹牛，你大哥知道吗？你还是祈祷一下真神不会出现吧，不然你大哥有没有事儿我不知道，你绝对得被人抓去了炖了肉吃。切，我会害怕？我谁呀？我可是麒麟一族的圣主，最关键的是我是我大哥的狗腿子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大黄嘴上说的那叫一个嚣张，只不过心中却是在默默祈祷。真神啊，让你跪下的是我大哥，你来了可千万别找我，找我大哥，我大哥肉多，我就是条细狗，扒了皮全是骨头，不好吃，不好吃啊！我操，那我不是得被他们抓去炖王八汤啊？你不怕？为啥？你空有其表。3个月，一转眼便是3个月的时间。而此时的陈长安已经将太古仙域仙灵之气总和的6成都吸收了。还不突破？突破到仙帝需要这么多能量吗？再这么下去，这不是断了太古仙域的根基？恐怕会直接让太古仙域变成废墟吧。突然感觉
大哥好像是一个邪恶的大反派，为了自己的修为，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，甚至让整个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哇，那封神殿岂不是真正成了正派了？所以说，咱们都是反派吗？确实有点反派这个味儿。要突破了！突破吧！都好久没有看见光了，我的光终于要重现了吧？不太对劲，好像哪里不太对劲。确实不对劲，应该是天劫。不是吧？太古仙域哪来的天劫？我大哥被特殊照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太古仙域为何没有天劫呢？我记得我们缥缈仙域可是有天劫的，而且每突破一个大境界都要面临一次天劫。规则不同而已，只不过这个规则似乎在陈长安这里出现了改变。此时陈长安的修为已经马上就要突破到仙帝境界，而天空之中汇聚的能量也是越来越恐怖。衣服不会挂了吧？这天空汇聚的能量也太恐怖了，我感觉我会被秒杀。没事，绝对会没事的。大哥的身体强的一匹，绝对不会有事的。突破了，当修为突破仙帝境界，陈长安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舒服通畅，体内仿佛拥有无穷无尽的能量，甚至是有一种可以掌控一切的感觉。大黄他们也都看得出来，陈长安这是打算用身体去硬扛天劫。突然陈长安心头一动，回想起了胡天骄曾经跟自己说过的一句话：注意身体。没等陈长安想清楚呢，天劫已经是直接落在了自己的身上。轰的一声巨响，传遍了方圆数千万公里。没事，大哥没事。威力确实很强，只不过还无法对我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，甚至似乎经过天劫的洗礼，身体的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。难道说那句注意身体，并非说的是这天劫？还没等陈长安想清楚，第二道天劫已然再一次落下。随着这第二道天劫的降临，第三道、第四道紧随其后。到了最后，陈青青他们都不敢距离陈长安太近，直接是撤出到了数千万公里之外。不是吧？这么远了，还能受到余威的影响？如果不是陈长安承担了大部分的威力，后果会更严重。就算是我，也无法抵挡得住这天劫的威力。我感觉这天劫是想要杀了陈长安。你想杀了我？不仅仅是陈青青有这样的感觉，陈长安也感觉得出来，这天劫对自己有杀意。天劫的威力本来就十分恐怖，竟然还在其中蕴藏了毁灭之力，这明摆着就是想杀了我。你们在这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边的人是陈长安吗？我察觉到了他的气息。陈长安突破仙帝境界，引发了天劫。不愧是陈长安，这般妖孽，就算是当年的陈天，似乎也没有他这般速度，真是无法想象。从金仙境5重到仙帝，居然只是用了100年时间。对了，有100年了吗？应该有了吧？你们是不是把重点搞错了？啊，没搞错呀，突破仙帝还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天劫呀！太古仙域哪来的天劫？对呀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们别看我，我也不知道。祈祷吧，祈祷陈长安不会死在这天劫之下。死？陈长安会死？开什么玩笑！这样的妖孽怎么可能会？9大仙族的强者都不相信，可突然之间，陈长安那边传来的恐怖能量，让众人都是心头一震。这威力是要灭了太古仙域吗？威力都已经如此恐怖了，居然还在聚集。这天劫究竟是要灭了陈长安，还是灭了太古仙域？怎么办？咱们要不要去帮帮陈长安？帮？怎么帮呢？你觉得咱们就算是一起上，又能怎么样？来人了，好多人，有帮手了。别做梦了，不是帮手，是麻烦。是麻烦。太古仙域虽然还有不少低调的强者，可是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？封神殿的人。封神殿不是早就已经被灭了吗？封神殿还存在，而且还聚集了这么多强者。这，我怎么没有听过封神殿的存在啊？你年纪小，没听过很正常。我年纪小，我都活了几千万年了。封神殿是几亿年前的太古仙域第一势力。说你年纪小，有问题吗？那我确实太年轻了。就算是我，也只是从老一辈的口中听说过关于封神殿的消息，没想到封神殿居然一直都存在。你们以为叫了帮手就可以阻止我们了吗？我们封神殿的强大，你们根本就不懂。我早就说过，放任下去，陈长安的行为会对太古仙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。事实证明，我们说的没错。你们还想要继续阻止我们吗？
不阻止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阻止。你去吧。大黄的话，别说封神殿的人愣了，9大仙族的人也是一脸懵逼。什么情况？这大黄不是陈长安忠实的狗腿子吗？大黄哥，你他妈叛变了！叛变你妹啊！就这情况，谁去谁死。他们想死那就去呗，怕个屁呀！反正大哥都已经突破完成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不得不说，还是大黄的反应快。统领，怎么办？咱们还过不过去阻止了？阻止个屁！过去就是死，这威力太恐怖了。没事，咱们就等着。陈长安就算是再强，也不可能抵挡得住这么恐怖的天劫。没错，他一定抵挡不住。抵挡不住吗？虽然大家的立场不同，可此时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向着陈长安那边看了过去。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妈的，陈长安这气势，怎么比天劫还恐怖啊？现在知道怕了，装屁不？怕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做错事？我们是为了太古仙域，我们的出发点是正义的。我们……行行行，快别喊口号了，不爱听。对，不听，毛板念经。我不会念经，没他妈说你。哦。而此时陈长安体内爆发出来的气息也是越来越恐怖，两股气息相撞，在虚空之中产生了强大的能量波动。我一直想不清楚，究竟是要注意身体的什么。可刚才我想到了，若是没有胡天骄的提醒，陈长安会选择硬扛着最强的一道天劫，想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极限在什么地方。既然天劫要杀了我，那我何不灭了这天劫？你有毁灭之力，难道我就没有吗？陈长安冷笑一声，调动体内的法则之力，身上的气势也是越来越强，远比刚才强大了10倍100倍不止。知道陈长安是个变态，可这也太他妈变态了吧！我怎么感觉陈长安现在的实力已经不属于太古仙域的范畴了？这他妈还用感觉吗？那他到底是什么实力啊？不知道，我他妈有没有达到过那样的高度？那咱们是不是还得退啊？退！快退！随着陈长安的气息不断提升，众人也在不断后退。当剑光从众人的上空掠过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停了下来。结束了吧？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就光顾着跑了，完全没有注意到。这道剑光，应该是陈长安搞出来的吧？必然是他。黑暗，好像是要消失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太古仙域重新出现了光明，人还挺多，都在呢。这些是陈长安，大哥。而此时封神殿的人却是面露难色，想要跑又不敢跑，可留下来。放心，我没事。想要杀我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不是，大哥，我不担心你，我就是想知道刚才最后发生了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是实力碾压罢了。这天劫想杀我，难道我就不能灭了他吗？霸气，那是大哥你。大哥，我有话说。啊，说什么？大哥，我让人给欺负了，就他们要欺负我，还瞧不起我，打我打得老狠了。大哥，你可得为我做主。大黄这突如其来的哭腔，以及那委屈到已经湿润的双眼，让封神殿的人都懵了。打你？我们什么时候打你了？嚣张的是你，让人动手的也是你，现在他们委屈巴巴的还是你。好好的麒麟不当，你他妈是真狗啊！你们欺负我家大黄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们可没打他，是他让那个王八先动手的，我们可没有还手。你他妈才王八，你全家都是王八。你不是王八吗？我是你爹，那他不是成了王八蛋了呀？你们怎么骂人呢？骂你怎么了？你咬我呀？抱歉，我不吃屎。我操，你还敢还嘴？有陈长安在，大黄他们3个可是底气十足，说起话来声音都变大了不少。封神殿众人此时也是气得脸色通红，他们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呀？我们认错，我们道歉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虽然憋屈，但封神殿的这些人为了活命，也只能够选择低头。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他们说你是太古仙域的罪人，你破坏了太古仙域的稳定，说什么都要阻止你继续修炼。大哥，你说我是谁啊？我可是你的忠心的大黄啊，我能让他们这么干吗？我寻思大哥你的名号在太古仙域那是响当当的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我说出了你的名字，这些人非但不收敛，反而更加狂了。哎呦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架势好像要把我抓去炖汤了。你说我能让他们如愿吗？我能让他们得逞吗？虽然我被欺负了，但是大哥，咱们绝对不怂，你说对不对？大黄说完之后，封神殿的人脸都绿了。
大皇这话说的是实情，可他妈也太能够添油加醋了吧？大哥，大黄哥说的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动手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很不给我面子啊！那个陈公子，这里面有误会，绝对有误会，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样子。哦，有误会，他们想要阻止我修炼，这事儿是假的。不是，这事儿是真的，但我们……那你们想要对大黄他们动手，这事儿是假的。也不是，但我们……你们觉得我破坏了太古仙域的稳定，说我得罪人，这件事情应该也不是假的了吧？这是没错，不过既然没错，误会从何而来？我觉得这里面一点误会都没有。陈长安的话让封神殿的人都懵了。对了，他们都什么人？怎么这么喜欢多管闲事？封神殿，封神殿，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见陈长安不知道，陈青青便在一旁简短的讲解了一下关于封神殿的事情。别人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之前一点也没有发现封神殿还存在吗？我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，况且大概在5000多万年之前，我就已经没什么心思去关注太古仙域那么多事情了。也许他们是从那个时候出现的吧。一个那么多年前就已经被灭掉的势力，怎么还会有人重新组建？更重要的是，竟然还汇聚了这么多的强者。封神殿的殿主是谁？陈长安，你也听到了，我们封神殿存在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维护太古仙域。你自己应该清楚，你的这一次修炼对太古仙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，所以我们是职责所在，并不是针对你。你们的目的是什么都无所谓，但你们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点代价吧？我可没招惹你们封神殿，是你们主动来招惹我的。陈长安，你不要以为自己实力强横就可以无法无天。我们封神殿这么做，并非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整个太古仙域。你当真想要成为太古仙域的罪人不成吗？就算是死，我们也不会让太古仙域毁在你的手里，否则我们就不配成为封神殿的一员。你们听到了，这话可是他自己说出来的。他们宁死也要守护太古仙域，我很敬重，也很佩服这样品德高尚的人。我这个人天性善良，最喜欢助人为乐，我选择成全你们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是脸色一变。陈长安，别冲动，这么多的人族强者，要是死了，那损失就太大了。魔族如今对太古仙域虎视眈眈，有他们在，咱们100万年前，陈天灭了魔族之前，这些人可曾出手？以前他们都不会出手，你指望他们现在出手？何况有我在，魔族何惧？如今的陈长安实力如此逆天，还需要惧怕魔族吗？陈长安，你要想清楚，杀了我们，店主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就不信，他不过刚刚突破到仙帝境界，当真那么逆天？我们50人，难道还不是他对手？怕个屁，跟他拼了！拼了？你们还不够格。别说是现在，就是我没有突破到仙帝境界，你们依然不够格。陈长安不过是打了一个响指，封神殿50名仙帝巅峰强者的身体瞬间爆裂，只留下了一团血雾，飘散在空中，仿佛是绚丽的烟花一般。我说过，你们真的不够格。静啊，仿佛这一刻整个世界都静止了一般。大哥，你这招是什么名堂啊？这也太帅了，能不能教教我？你学不会啊？为啥？我这么聪明，悟性这么高，为啥学不会啊？第一，要有足够的实力。第二，你觉得帅，那是因为我够帅，你不行。至于第三嘛，这并不是什么招式，而是一种法则的运用罢了。就你帅，是我的干巴的，你哪旮瘩帅啊？切，看我这毛发多顺滑，看看我这脸蛋多圆润，看看我这屁股多有弹性，看看我这尾巴多摇摆，我不帅。大哥，你没眼光。这一次的影响有多大？很大，恐怕会有无数的宗门、家族等各方面的势力会开始走向衰退，而且短时间之内恢复不了，最少也要数百万年。你这一次的突破，占用了太古仙域太多的资源了，而且对很多资源是毁灭性的打击。首当其冲的便是仙灵脉以及各种修炼圣地，但最关键的是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在太古仙域继续突破了。没有办法在太古仙域继续突破了？难道说我的修为要一直停顿在仙帝1重？虽说如今的太古仙域之中没有人能够威胁到陈长安，但这样的局面也不是他希望看到的。陈天是谁？我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为什么只有我成为这个世界巅峰存在的时候，才拥有了去寻找的资格？还有，胡天骄穿越未来看到的那一幕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如果我继续修炼突破会怎么样？未必能够拥有足够多的能量支撑你突破，而且很可能会造成太古仙域的崩塌。所以我并不赞成你继续在太古仙域之中突破，但是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，比如前往其他世界突破。虽然这种行为有点不太地道。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陈长安向着9大仙族的众多强者看了过去。你们咋还没走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不请客，我穷。谁他妈让你请客了？再说了，你穷吗？你他妈要是穷，这些人还有一个算得上是富吗？众人对着陈长安施了一礼，随后转身离去。我说，你小子现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跟我大哥说话呢？还你小子的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叫大哥。他是我未来女婿，我叫他大哥，你他妈觉得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各论各的。再说了，这不还没成亲呢吗？你现在就算是叫大哥，也得排在我后面，我也是你大哥，还有我俺先认的大哥。啊，对，你还得排在王八后面。妈的，我是义子，怎么算短一辈？那个，我能不能也各论各的？你也叫我声大哥呗。慕天也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地平复了一下自己愤怒的心情。你身边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？都是你教的？你的这些是我闺女教的？这丫头都学了些什么呀？你这老头怎么能污蔑我师傅呢？我师傅聪慧漂亮，气质超凡脱俗，实力更是强大无比。你居然敢如此诽谤我师傅？话说，你是他亲爹吗？我看你俩咋长得不像呢？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像？陈长安，你告诉我哪里不像？我告诉你，她是我女儿亲生的，没有半点虚假。我他妈……慕天也是真想好好的教训一下陈长安，可最后一丝理智还是让他忍了下来。陈长安这小子，可不会因为我是慕云瑶的父亲，就对我手下留情。这王八蛋下手黑着。那个大哥，你啥时候去接我女儿回来成亲呢？哎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你小子可以，不错啊，这口风变的，我大黄都自愧不如。行，你够狠，我服你。跟你们这帮变态在一起，老子要是不懂得变通，就得被你们活活气死。既然没有办法反抗，那就同流合污好了。大哥，我问你话呢，啥时候去接我女儿啊？我还等着当你爹呢。好家伙，这是在这里等着我呢。小木啊，你着什么急？你这么喜欢当爹，要不然就让弟妹多生几个，是不是你的又能怎么样？叫你爹不就好了？你说是不是？行，你够狠，我他妈多余留下来受这个气。走了。慕天也最终还是败下阵来。跟我斗太弱了，我还没有认真呢，人就跑了。别闹了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有办法恢复太古仙域这一次的损失吗？人力不可为，只能够让太古仙域慢慢的自行恢复。大哥，那咱们现在干嘛？突破也突破不了，不如去青楼啊。我去幽冥仙域这10几年，你都他妈快住在青楼了，还没玩够。这还能玩够吗？距离仙魔秘境开启还有几年时间，趁着这个功夫，先去看看陈云轩他们吧。他们来到太古仙域也有一阵子了，看看他们如今的发展如何了。倒也行，就是他们如今在哪儿呢？我感受一下就知道了。大哥，你的感知现在都已经这么恐怖了吗？自从陈长安突破到仙力境界之后，他的感知范围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程度。全覆盖有点夸张，但也相差不多了。龙渊域，陈云轩几人原本打算前往龙渊域的一处秘境历练，却不曾想，由于陈长安的修炼所产生的异象，让他们只能先停了下来。极阴圣体，想不到居然真的是极阴圣体，难怪能够拥有这样的天赋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老头儿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可是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云青鸾是我们的小师妹，你若是敢心存歹意，就算我们不是你的对手，我家老祖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听说过你们好像都和天骄总榜第1名的陈长安有关系，对吧？我必须承认，不管是陈长安也好，还是你们这几个小鬼，都是太古仙域有史以来最妖孽的存在。只可惜，面对真正的强者，你们还不够格。你觉得，如果我害怕陈长安，我还会出现在这里吗？别说陈长安不在，就算是他在，也不过是白白送死罢了。就算你不怕我师父，难道还不怕9大仙族吗？
9大仙族的实力确实很强，可我不相信9大仙族会为了一个陈长安来得罪我这么一个仙帝巅峰境界的强者。陈长安还没有这个能力吧？仙帝巅峰，对方居然是仙帝巅峰境界的强者。放过他们，我可以跟你走。师妹，不要冲动，这王八蛋没安好心，跟他走你就毁了。不走，你们决定得了吗？你们觉得你们今天还能够活着离开？你说是感动他们，我也绝对不会独活。死就死吧，你不会以为我是想要用你来双修吧？我可不屑于这样的修炼方式，我要的是你的身体，你的死活我并不在意，反正早晚都是死。并不在意死活，要的只是身体。难道他想要用云青鸾的极阴圣体去炼制什么丹药之类的东西吗？罢了，没必要跟你们这些小辈多说废话，你们可以去死了。面对老头的气势，陈云轩几人完全被压制住。可惜没能见到老祖一面。唉，罢了，这辈子足够了。好安静啊，难道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？只是安静。想想别睡了，起床尿尿了。啊！大黄的声音，大黄出现了，难道说……别走！长安哥哥，你就是陈长安，你的修为怎么会是仙帝境界？我的人你也敢动？你是真的没有把我陈长安放在眼里？我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怎么死？我承认我低估了你的实力，可你也别太瞧不起我这仙帝巅峰强者。你觉得我若想走，你拦得住我吗？这事情我认栽，任你带走吧。哎呦，口气这么大呀，是大蒜长大的。各位，听见了没有？他居然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。小蚯蚓，告诉他，大哥的实力如何？好，糟老头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被我依附灭掉的仙帝巅峰强者没有1000也有800了，你居然还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？如果我是你，现在应该想一个比较舒服的死法才是正事。简直可笑！太古仙域哪来那么多仙帝巅峰强者？真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你就是4岁也没用了，晚了。姨父，动手吧，他有点不识好歹。确实没有必要跟他浪费时间。还没等糟老头子反应过来，下一刻，一股毁灭之力冲进他的身体中。陈长安是看都没看着糟老头子，而是转身向着陈云轩等人看了过去。此时，陈云轩几个人的表情十分精彩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陈长安如今的实力居然如此逆天。老祖，终于见到您了！看到陈云轩几个人激动的模样，陈长安笑了笑：“没事就好。今天你们也看到了，你们的实力还是差了一点。我的名字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镇得住，因为很多人对我的了解只存在于传言，并没有真正见过我的实力。唉，穷家富路，来，我给你们分点资源。”陈长安如今手上的资源对自己的用处已经不是很大了，毕竟就算是全部用了，也无法让自己的修为有所突破。放在自己手上也是浪费，还不如分给陈云轩他们。行了，东西也分给你们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老祖，我们去哪儿啊？你们原本是干嘛去？去秘境啊。那就走吧。那您呢？我还有事要做。见陈长安这么说，虽然心中万般不舍，可陈云轩他们也没有办法。本来还以为这一次见面能够和陈长安好好的叙叙旧，结果就这么的把他们给打发走了。大哥，刚才咱们到底是咋过来的呀？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出现在这里了。想知道怎么过来的？走，我再带你们去个地方，你们好好感受一下。话音未落，大黄他们就感觉到面前的场景再次出现了变化。这什么情况？大哥，这又是哪儿啊？仙魔秘境入口。快呀，太快了！大黄他们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居然直接从龙元域来到了仙魔秘境的入口。是因为空间法则吗？一半一半吧，确实有空间法则的功劳，不过我自身的实力才是关键。以我目前的实力，太古仙域之内，心之所至，身之所至。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就在这里等着仙魔秘境开启吧。对了，你们进不进去啊？大哥，我得进去，好久没有吸收毁灭之力了，我都饿了。我也去，我得去看看这仙魔秘境到底有多危险。姨父，
他们都去了，我要是不去，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合群？我就不进去了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不会有任何的危险。不过有件事情，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。虽说仙魔秘境之中一定存在着世界本源之力，可具体在什么地方，只需要你仔细的寻找。世界崩塌之后，本源之力会慢慢消散，也可能会在机缘巧合之下，不知道融合到了什么地方去，并不是你盲目的吸收就能够吸收到本源世界之力的。不过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这种秘境之中。如果是一个刚刚破碎的世界，本源之力就比较容易获取了。但这样的世界不是说遇见就能遇见的，除非你亲自动手。亲自动手，随便毁灭其他的世界吗？陈长安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好人，但这样的事情还是做不出来的。我发现我如今体内的小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大了，这是因为我将法则之力融入其中的缘故吗？当然，你要知道，就算是你之前生活的太玄界，都不存在法则这样的力量。而你体内的小世界，虽说如今世界本源之力不多，但所拥有的法则之力，那可是非同小可。这同样也决定了你体内小世界的起步就要比别人的小世界强。若是世界本源之力足够的话，你体内的世界很可能直接发展成类似于太古仙域这种级别的世界。随着你的实力越来越强，不断的完善，小世界会成长到什么样的高度，我也不清楚。初始便是太古仙域这种级别的存在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小世界的用处究竟是什么？目前为止，我并没有感觉到它给我带来任何的好处。你体内的小世界目前还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世界，所以带不来太大的好处。可一旦真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，会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。一个和你实力相当的人，你们两个人持续的战斗下去，谁有小世界，谁就会坚持到最后。与此同时，小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储存容器，不是吗？甚至是活人都可以储存进去。活人。听到这里，陈长安也是心头一动。等到自己的小世界慢慢完善之后，一定要有一批人进入其中才行，否则的话，小世界也没有办法发展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陈长安也不用再担心陈云轩他们这些人的安危，完全可以让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之中修炼。他们什么时候想出来，不过是自己一念之间的事情罢了。希望这仙魔秘境之中的世界本源之力，还留下来了不少吧。几年时间转瞬即逝，这一次的仙魔秘境开启，并没有吸引到其他人前来。或许是9大仙族知道陈长安要进入仙魔秘境，所以不想要凑这个热闹。大哥，你说会不会咱们前脚进去，你师傅后脚就出来了？没这么离谱吧？要不等等看？不等了，就算师傅出来了，我也还是要进去的。好吧，大哥，听说太古仙域1天，这里面就是1年，算算时间，你师傅在里面都待了好几万年了吧？会不会孩子都比你大了？啊？这王八蛋怎么越说越离谱？这是仙魔秘境，上哪生孩子去？那可不好说啊，那万一有人也进入了仙魔秘境了呢？你想想，好几万年呐，两个人相互扶持，一起修炼，那感情培养的多快呀！妈呀，不是，我咋越来越感觉这种可能性很大呢？大哥，你未来的老婆师傅不会都给你生了一帮小师妹小师弟了吧？这大黄是越说越离谱啊！陈长安直接一脚将他踢进了仙魔秘境之中。我觉得他是许久没有挨揍，有点怀念了。或许他喜欢被踢屁股的感觉。就大黄这德行，一天不挨个800遍揍，可他们对不起他那张破嘴。我懂了，姨父，你是不是已经担心害怕了，所以才先让大黄哥进去探路？一定是这样。一坨，抢回一母计划开始，跟我冲！好，抢回大嫂。那这两个呢？也是疯狗病。他们3个你是怎么培养出来的？不能跟傻子一般计较，何况还是3个傻子。见笑了，他们3个脑子都有病。我先走一步。这让9大仙族都感觉很麻烦的仙魔秘境就是这样，舒服，太舒服了，我太喜欢这里了，好多的毁灭之力，这回能吃饱了。大哥，这什么情况呀？咱们不会是去错地方了吧？应该没错，这里就是仙魔秘境，只不过和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可表面越是平静，没准就越危险。咱们这一次过来的目的只有2个，一个是找我师傅，另外一个就是世界本源之力。我先看看能不能找到师傅的下落。可等到陈长安释放出自己的感知之后，却发现在这里感知似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，远远达不到在太古仙域时候的范围。真是奇怪，居然还能够影响到我的感知力。不过已经能够排除掉一些地方了。一坨，你是留在这里继续吸收毁灭之力，还是跟我们一起行动？大哥，你们去吧，我想自己行动，反正也用不到我帮忙。
我将这里的毁灭之力吸收之后，我再换个地方。你们要走的时候叫我就好。也好，那你就自己行动吧。和一坨分开之后，陈长安直接带着大黄和小蚯蚓进行了空间转移，就连空间转移也受到了限制。这地方有问题。难道说仙魔秘境比太古仙域还要强，居然连我都可以限制？大哥，确实有问题。都说这仙魔秘境危险重重，一不小心就会丧命。危险在哪儿呢？我看也没有什么危险的，是不是咱们太厉害了，危险自己跑了呀？可就在大黄这话说完之后，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了上百个幽灵一般的存在。大黄哥，你真乌鸦嘴，你还是别说话了。这怎么能说我是乌鸦嘴呢？那我要是说这仙魔秘境会……闭嘴！闭嘴就闭嘴，我还不乐意说呢。难怪说这仙魔秘境之中危险重重，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连跑的机会都没有。可仙魔秘境怎么会有这么多强大的存在？一下子就是上百个仙帝级别的幽灵。这种类似幽灵的存在没有实体，看起来也不像是灵魂体，反而是能量体。究竟是什么样的能量形成了这么多实力强大的幽灵？毁灭之力、本源之力，还是魔界原本就存在着什么其他能量？姨父，他们为啥一动不动？那他们出来干嘛来了？看看你长得有多帅吗？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很可能是被我惊世的容颜所吸引了。呸！他嫉妒我，毕竟他只是一条狗。算了，就原谅他吧。你们能听得懂我说的话吗？姨父，他们应该没有灵智吧？那他们跑出来干什么呢？不是为了攻击，总不能是为了让你攻击吧？也许是为了让大哥把他们吞了呢。能量体大补，没准还是什么世界本源之力呢。难道说真的是世界本源之力？因为我体内拥有这样的力量，所以被吸引出来了。想到这里，陈长安试探性的运转体内的世界本源之力。随着本源之力的运转，上百个幽灵果然是有了反应，竟然不受控制的慢慢的向着陈长安靠近。居然真的是大黄，你这嘴真的开过光？切，好事就是开过光，坏事就是乌鸦嘴，啥都让你说了。看到那群幽灵被陈长安吞进了身体之中，小蚯蚓有些担心道：大黄哥，我姨父不会有事儿吧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现在胃口大了，不吃饭改吃幽灵了，你小心点，没准哪天就开始吃龙肉了，第一个就吃你。凭啥不是狗肉？我他妈不是真狗。是吗？我觉得你比真狗都要狗。谢谢你对我的肯定和夸奖。看看人大哥和一坨，进来就吃得饱饱的了，再看看咱们俩进来干啥了？你能不能也找点事情做呀？找什么事情做？要不然我扔木头你去捡。跟我混了那么久了，怎么就一点也不长进呢？这是什么地方呀？仙魔秘境啊。那这里有什么呀？有危险？废话，当然有危险。有危险还有什么？有你，有我，有义父。你个榆木脑袋，宝贝啊！你他妈到底是不是龙族的？怎么可以对宝贝无动于衷呢？对呀，这秘境之中应该有宝贝才对，我怎么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？走，寻宝去。这东西对义父有用，可咱们两个也有用啊。咱俩也是需要修炼的，对不对？呀，你还记得咱们俩在修炼呢？走吧，咱们去寻宝，让大哥自己在这玩吧。啊，不告诉义父一声吗？咱们走了他怎么办？不用告诉我，他这么聪明，一定猜得出来。况且你担心他，都不如多担心自己。他比你命硬。大黄和小蚯蚓就直接扔下了陈长安出去寻宝了。而陈长安用了数个时辰的时间，这才将那些幽灵之中蕴含的世界本源之力彻底的吸收。真是意想不到，居然会有蕴含这么多世界本源之力，他们怎么会主动跑出来呢？不会又是陈天吧？这王八蛋，居然连我进入仙魔秘境之后会出现在哪里都知道，真是个变态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是不是不用找了？下一个去的地方是不是也有这世界本源之力在等着我？师傅呢？师傅哪里去了？怎么没有察觉到师傅的气息？师傅丢了。陈长安再次放出了自己的感知，依然没有发现慕云瑶的下落呀。陈长安意念一动，此时已经出现在感知范围的极限位置处。果然又出现了。当陈长安出现在这里的时候，那蕴含着世界本源之力的幽灵再一次出现。陈长安也是来者不拒，直接将上百个幽灵再一次吞噬吸收。如此反复，接连几次，他体内的世界本源之力变得越来越多，小世界也变得更加强大。如今小世界的大小已经是达到了太古仙域的一半了。
收获虽然不错，可是让陈长安搞不懂的是，为什么还是没有慕云瑶的下落呢？不会真的被大黄那乌鸦嘴给说中了吧？前脚进来，慕云瑶后脚就出去了。可仙魔秘境的入口不就是只有这一个吗？你们俩玩够了吗？啊，大哥，义父，找到你师傅了？找到我姨母了吗？没找到，师傅好像不在这里。不在这里呀？不会真让大黄哥说中了吧？出去了。入口开启的时候我们就在，而且进来之后我就释放了自己的感知，并没有发现我师傅的气息。如果说出去了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仙魔秘境不只有这一个入口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有其他的出口？啊，不对，如果有其他的出口，那连接的一定不是太古仙域。大黄哥，你怎么知道？废话，要是大哥的师傅出现在了太古仙域，你以为大哥感应不到吗？太古仙域没有，这里也没有，明摆着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另外一个出口，然后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了。大黄虽然不着调，但是他的这个分析倒是很有道理啊，和陈长安的猜测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哎，大哥，你的世界本源之力收集怎么样了？咱们现在是找出口还是怎么样？我也不清楚这地方是不是还有没有被发现的世界本源之力，我再去找找看。你们两个，算了，你们自由活动吧，到时候我再来找你们。你们速度太慢了。话音未落，陈长安已经消失不见。大黄哥，咱们两个是不是被瞧不起了？还不够明显吗？我知道咱们两个玩啥了。玩啥？不找宝贝了？我决定，咱们比一比速度吧，看看义父说的慢究竟是谁的锅。好，我同意。我去，大黄狗，你不讲武德，我还没说开始呢。你臭王八怎么跑那么快啊？果然，故事都是骗人的。我看以后谁跟我说王八跑得慢，我他妈抽死他！跑不过，根本就跑不过呀！别看一坨长得跟个王八似的，跑起来比他妈谁都快。这就是实力。妈的，我最烦装逼了。对，尤其是最烦王八装。干他！你们不够格。一坨学着陈长安的样子说出这句话，却十分的滑稽，不伦不类。瞧瞧，嘿嘿，还他妈学大哥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就是，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啥话呀？就是画什么什么成什么什么的。你是想说画虎不成反类犬吧？啊，对，就是这。义父，你回来了。你们三个这么长时间就没干点正事？正事儿干了呀，我们找到了不少宝贝呢。对，可多了。我们还比拼了一下速度，这还不是正事儿吗？另一个出口，你们就一点也没有寻找吗？大哥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找东西的事情我不擅长。义父，你也是知道我的，我啥事儿都听大黄哥的。大哥，我在修炼啊，我可是在干正事儿。而且找啥出口啊？陈长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指望这三个家伙，自己也是多少沾点什么大病啊。你们什么危险都没有遇到吗？什么危险都没有。是啊，真的是一点危险也没有。真是怪了。算了，可能是陈天搞的鬼吧。师傅丢了，出口找不到，这叫个什么事？大哥，还能找到出口了不？你闭嘴，帮不上忙就算了，就你话多。那还不让说话了呢？我去尿尿，你们谁去？你自己去吧。那行吧。他需要尿尿吗？他虚，很严重，修为境界都救不了他。我操，大哥你快来，我这要发现。有发现？难道说大黄一泡尿把出口尿出来了？不对呀，没有感觉到任何能量波动啊。你发现什么了？活物，大哥，你看这有活物。活物？可是秘境这种地方是世界毁灭之后才形成的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生命体。挖坑，看看下面有什么。啊？为啥是我呀？因为你是狗，你擅长这个。大黄被气得狗嘴都抖动了一下，可狗在屋檐下那也得低头啊。我挖，在小小的秘境里面我挖呀挖呀挖。陈长安也是无奈地看了大黄一眼，这破嘴，你就不能休息一会儿吗？大哥，真的特别大。下一刻，原本还在深坑之中的大黄突然慢慢地从坑里面升了起来。啊，你就说大不大吧？什么情况？血脉压制？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我大哥问你话呢，你哑巴了？我们是从亘古仙域来的。亘古仙域，这仙魔秘境之中果然有通往其他世界的入口。你
你们来这里多久了？这个人，你们见过没有？陈长安直接用灵力模拟出了慕云瑶的样貌。见过，这女人可凶啊！大哥，这话我太认可了。你师傅，没事，你师傅最温柔了。他去了亘古仙域，去了很久了。前往亘古仙域的通道在什么地方？你们也要去吗？亘古仙域的情况可不是很太平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跑到这个破地方来。魔族在亘古仙域吗？在，而且已经快要将亘古仙域统治了。他们将亘古仙域当成了新的魔界，很凄惨。原本的妖族和魅族纷纷投靠魔族，如今只有人族还在拼命的抵抗。你要找的那个人，也是从我们口中听到了关于魔族的事情之后，这才去了亘古仙域。如此看来，师父慕云瑶是因为得知了魔族的消息，所以才前往了亘古仙域，带我去进入亘古仙域的入口。真的很危险。那应该是我不在，我在就没有危险了。对了，亘古仙域之前没有魔族吗？有，魔族一直都有侵犯亘古仙域，只不过大概100万年前吧，突然从原本的掠夺开始了霸占。原来如此。大哥，啥意思呀？魔族原本就不只是可以前往太古仙域这一个地方，其中还有亘古仙域，所以魔界只是入侵掠夺，却从来都没有想过完全霸占。可当年陈天将魔界毁掉之后，魔界不敢去太古仙域，只能够逃往亘古仙域，所以就从原本的掠夺变成了霸占，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栖息地。既然都已经快要霸占亘古仙域了，为什么还要分心跑到太古仙域搞事情啊？魔族的实力有这么强吗？当年陈天到底灭了个啥玩意儿啊？不会只是把这魔界给灭了，魔族一个都没杀，全部都赶到亘古仙域了吧？他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他确实有病，管他什么目的，如果魔族的大军真的就在亘古仙域，直接灭了便是，一劳永逸了。走吧，先进入亘古仙域找到师傅再说。大哥，这地方仙灵之气感觉比太古仙域还要浓郁啊，我觉得比较适合你修炼。修炼的事情不急，我已经感应到师傅的气息了。啥？这么快就找到了？奇怪，怎么感觉似乎有熟悉的人出现了呢？陈长安，师傅，好久不见，想我了没有？幻觉？不对，不是幻觉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的修为已经仙帝境界了。师傅，你都仙帝巅峰了，我怎么就不能突破到仙帝境界呢？不一样，我在仙魔秘境之中修炼的时间可是上万年，但你在太古仙域之中应该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吧？还好我选择进入了仙魔秘境，否则的话还真就让你这臭小子超越了。大嫂，我大哥如今可不是普通的仙帝了，仙帝巅峰那说杀就杀，那叫一个变态。太古仙域如今我大哥说一都没有人敢说二，老牛批了。大嫂，大黄，咱们很久没有见过了吧？哎，可不是嘛，我都想你了，大嫂。我也很想你。慕云瑶二话不说，对着大黄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打得大黄是连连求饶啊。不错，还是当初的感觉，真是怀念啊。果然够暴力，确实很凶。活该，让你嘴欠。你们两个是？我是义父的义子，我叫小蚯蚓。我是大哥坐骑的坐骑，我叫一坨。小蚯蚓，一坨，这都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名字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当然是来找你的呀。不过师傅，有件事情我想问问，慕云海为啥叫我姐夫呢？此话一出，慕云瑶也是不由得心头一慌，整个人都变得紧张了起来。我问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谁让你问我问题了？可我说了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师傅，你紧张什么？我紧张了吗？我有什么好紧张的？见过女帝，对不起，是我们疏忽了，竟然让人打扰到了女帝的修炼。师傅在这亘古仙域混得不错呀。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跑到这里打扰女帝清修。他是我徒弟。抱歉，我们并不知道这位公子乃是女帝您的徒弟。您看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您怎么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。师傅，你这待遇不错呀，这些人都是你手下。你刚来亘古仙域，很多事情你还不知道，我稍后再告诉你。我这边的事情就不劳烦你们费心了，你们还是多注意一下魔族那边的情况，若有异动，随时汇报。是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哇，这个乖乖，您到这儿也混成大佬了，都是仙帝巅峰，他们为啥对你这么恭敬啊？为啥？哼，实力。不愧是大，别这么看着我，我有说错吗？陈长安是我大哥，你不是我大嫂，就别不好意思了。这事你爹都同意了，早晚的事儿。要我说，干脆你们俩现在直接洞房就算了，都是修炼之人，不拘小节。要不我去给你们……滚！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狗皮啊？
他凶我。没事，扒了也没事，咱们可以买新皮肤了。俺也想换，不想当王八了，天天挨骂。伊陀郁闷地说着。哎，这三个货还真是绝配，你能给大黄找这么2个伴也是不容易啊。都是缘分。师傅，咱们还是说正事吧。刚才那些人都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叫你女帝？那就说说我来到这里之后发生的事情吧。陈长安他们在仙魔秘境什么危险都没有遇见，是因为所有的危险都被慕云瑶干掉了。与此同时，慕云瑶在仙魔秘境之中，是因为领悟了毁灭法则，从而一举突破到仙帝巅峰境界。在亘古仙域之中，慕云瑶就是绝对无敌的女战神，若不是她的出现，人族恐怕也会步入妖族和魅族的后尘，要么臣服，要么被灭。师傅，魔族真的那么强吗？那个魔族的魔主，你和他交过手吗？魔族的整体实力确实很强，尤其是在吸纳了妖族和魅族之后，这几年魔族发起进攻都是让妖族和魅族打头阵当炮灰，所以魔族并没有太大的损失。至于魔主，对方十分神秘，从来没有出现过，但魔族近些年来行动似乎也有所转变，我感觉魔族似乎有什么帮手在为他们出谋划策，否则以魔族的行事风格，不会接受臣服，而是会直接灭掉妖族和魅族。师傅，既然魔族就在这里，不如直接灭掉，然后咱们也可以回去了。以我如今的实力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你真的有这样的把握？如无意外，应该有。你所说的意外是超越了这个世界几个级别的力量干涉。好，一劳永逸，在这里灭掉了魔族，太古仙域那边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不过妖族和魅族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他们也是被迫才加入到魔族的阵营之中。到时候再说，主要目的还是灭了魔族。至于他们，看他们表现吧。反正我并不介意多杀几个。我会让人去和魔族下战书，生死之战，到时候就看你的了。下战书是为了将魔族都聚集起来吗？师傅，下了战书，魔族会倾巢而出吗？有机会，但如果不下战书，如今的魔族四处分散，总会有漏网之鱼的。不过是得等上一阵子的。聚集起来也好，一锅端，省了麻烦了。什么？对魔族下战书？这太鲁莽了吧？是啊，这样的行为无异于送死啊！以我们目前的实力，能够抵挡得住魔族一次进攻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全面开战对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女帝三思啊！你们怕了？不，我们不是怕，而是觉得这个决定过于草率了一些。我们知道您不是亘古仙域的人，能够帮助我们一直对抗魔族，这已经是我们的福气了。我们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，但我觉得我们如今要做的应该是休养生息。这些年来人族的损失实在太惨烈了，根本就不适合决战。是啊，不如再等等，现在真的不是合适的时机。放心，只是让你们下战书而已，不需要你们上战场。女帝此话何意？我们可绝对不是那种胆小怕事之人，我们并非怯战，只是……我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，你们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，不用胡思乱想。若是让您一个人独自迎战魔族，甚至还有妖族和魅族，这样他们如何看待我们人族啊？谁说我是一个人？我徒弟来此可不是过来休闲游玩的，他才是这一战的主导者。徒弟？慕云瑶的徒弟才是主导者？您的意思是，您的徒弟要对魔族发起决战？他在仙帝1重境界，这不还是白白送死吗？明明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听话不就行了吗？废话这么多做什么？哎，你们废话还真多。实在不行，就换个人去下战书吧。一群老爷们儿，还不如女人爽快。小三，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，我们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也别不知好歹。我们只是不希望你带着你师父去送死。女帝对我们亘古仙域的人族有大恩，我们怎么可能无动于衷？合着你们这意思，我会害了我师父是吗？不然呢？你也不看看魔族实力如何？就算你师父这般实力强大，也只能够勉强维持如今的局面。你在仙帝1重境界，还能翻天了不成？你不是带着你师父去送死，还能是……一股恐怖的气势瞬间从陈长安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。现在还觉得是送死吗？不是送死，绝对不是送死。那战书？送，我们立刻就去送战书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你们有没有把握让魔族重视这一次的战书？也就是说，让他们将所有魔族都聚集起来。如果妖族和魅族选择了重新站在我们人族这一边，或许魔族才会这么做。可是，不过要是妖族和魅族知道我们人族出现了这样一位强者，应该会选择重新站回到我们的阵营之中。毕竟相比较魔族，他们一定会更喜欢和人族合作。可是如何让他们相信呢？
你要是亲自去一趟的话，那这事儿就能成。妖族和魅族并不是和魔族生活在一起。没错，虽说妖族和魅族投靠了魔族，但是魔族对他们也不是一点防范都没有。说实话，魔族如今的大本营究竟在什么地方，魔主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魔族真正的大本营一直都是一个秘密，他们似乎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很神秘。不是，你们都不知道大本营，怎么送战书啊？这随便抓个魔族，把战书交给他不就好了吗？师傅，他们一直都是这么不靠谱的吗？权宜之计啊，权宜之计。算了，师傅，咱们两个还是直接过去吧。先去妖族和魅族的地盘，臣服就放过他们，不臣服便直接灭掉。我就不信这样的魔族还会无动于衷。就咱们两个吗？人多也不方便，咱们两个就足够了。那大黄他们呢？不带他们。好。你们亘古仙域青楼的质量怎么样啊？我带你们去放松放松啊！你看你怎么还愣住了呢？没事儿，哥请客，别怕，不用你们花钱。你就不担心女帝和她徒弟的安危吗？担心，我大哥天下无敌，我大嫂压天下无敌。大嫂？谁是大嫂？难道是这里面有故事啊？带我去青楼，我给你们细说。你果然领悟了空间法则。当初在太玄界，我就觉得你的速度有些不对劲儿，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掌握了空间法则。师傅，没给你丢人吧？又不是我教的，你这是出生决定命运。就在两个人交谈之时，妖族众多强者也是察觉到了慕云瑶的气息。慕云瑶，你怎么跑到了这里？神族是打算先对我们妖族动手了吗？就你们两个人，你们还真是没有将我们妖族放在眼里。我们人族要对魔族开战，这次过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你们是继续选择臣服魔族，还是站在我们人族这一边？只不过，以如今人族的实力，真的有办法和魔族正面对抗吗？慕云瑶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可以当做你们两个今天没有来过，回去吧，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，你也别让我太难做。我身后还有这么多的妖族成员，我要为他们负责。你们不需要出手，只需要选择脱离魔族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事情我和我徒弟会处理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趁着魔族还没有注意到，赶紧走。你的实力确实很强，可还没有一人覆灭魔族的实力。你放心，我们妖族虽然如今选择了臣服魔族，可我们不会做得太狠太绝，大家还是各自蛰伏，以待时机吧。果然还是得靠实力来说话，不然都无法让人信服。我知道你的想法，可你在这里暴露出自己的气势，一定会引起魔族的关注。师傅，我们不就是希望引起魔族的关注吗？不然的话，怎么找到他们的老巢呢？是我太保守了吗？随着陈长安的气势爆发，所有妖族成员尽数匍匐在地，无一例外。现在知道该如何选择了吗？你当真有把握灭掉魔族？没有，我是准备带着我师傅去送死。这个回答满意吗？好，真是没想到，人族居然出现了一位如此恐怖的强者。这一次，魔族恐怕真的在劫难逃了。我们妖族知道如何选择了。行，你们臣服魔族这么久了，有没有打探到什么消息？比如，魔族大部分成员都在什么地方，还有大本营的位置。这魔族成员的分布，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这些年一直以来的对抗，魔族都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。以前我们怀疑过，他们会不会在某个没被发现的洞天福地之中，可感觉又不太像。大多数时候，亘古仙域就仿佛没有魔族存在一般，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难怪我在亘古仙域完全感知不到魔族的气息，看起来他们似乎隐藏的比我想象的都要深。你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，先去人族那边吧，否则让魔族发现了不对劲，恐怕会对你们下手。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去魅族看看。如果你们要去魅族的话，我劝你们做好一个心理准备。魅族似乎更倾向于魔族那边，或许是因为魅族本身就和魔族比较贴近的缘故吧。那就一切灭了吧。慕云瑶，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独自带着一个仙帝境界的跟班，就敢来我们魅族的地盘。你当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不成？抓住你送给魔主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这样一来，你们人族将会再也无法抵挡得住魔主的大军。他们要抓我去当公狼，那我可不能同意，是吧，师傅老婆？师傅老婆？谁是你老婆？你爹，我老弟，他说的让我去接你回去成亲啊。这都什么辈分啊！我父亲什么时候成你老弟了？他主动叫了我大哥，
叫的还挺亲的。我这老爹是怎么搞的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孟家家主吗？你们两个也太不将我们魅族放在眼里了吧？确实没有。而且我刚才就想说了，你们魅族长得可真丑啊！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你是哪疼抢哪是吧？谁不知道魅族生来就丑？虽说是事实，可是事实就应该说吧。找死！随手轻轻一点，魅族强者瞬间定在了原地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小子究竟施展了什么手段，竟然如此强悍，连先帝巅峰级别的强者都能够控制得住？陈长安也懒得和这些人废话，随手一挥，天空之中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。当黑洞出现的那一刻，一股极强的吸力出现，魅族所有成员不受控制地飞向了黑洞之中。这招是我新研究出来的，叫毁灭空间。你们魅族很荣幸，成为了他的第一个实验对象。不过看起来效果也确实不错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么强？然而他还没有等到任何回答，身体就已经被吸入到了黑洞之中。毁灭空间，这是什么样的招式？我能够感受得到，那黑洞之中充满了毁灭之力。你是将空间法则和毁灭法则融合起来，制造了这样一个毁灭空间。不愧是师傅老婆，真聪明。这空间之中呢，充满了毁灭之力，而且能够跟随我的意志，将我想针对的目标全部吸入进去。不过，能够将什么样的目标吸入进去，这要看我的实力。如果对方的实力强过我太多，那恐怕会抵挡得住这份吸力。可只要是进入了毁灭空间之中，里面的毁灭之力会摧毁进入的所有目标。魅族失灭了，可魔族如今还是下落不明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等魔族的反应吗？我先去看看这魅族的库存如何吧。库存？贼不可控。不是吧？这魅族怎么这么穷？就这点破玩意儿，这点破东西都吞不过塞牙缝的呀！这东西很少吗？师傅，这些难道不少吗？我觉得不少了。行，那都送你了。送我？就当聘礼啊。聘礼？就这？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？我们如今是要消灭魔族，你怎么还想着聘礼了？两不耽误，这聘礼不够。你都嫌弃的东西，你给我当聘礼，你好意思吗？那我给我老弟，他应该不嫌弃。孟云海还做不了主。我老弟是你爹，你老弟那算小舅子。师傅，病了吗？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啊。哎呦呦，果然没有我的陪伴，师傅你的生活过得并不好。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保证让你健健康康的。陈长安，为师能够有你这样一个徒弟，真的是深感欣慰。来，过来，为师也是许久没有好好的看看你了，确实长大了。接下来迎接陈长安的便是慕云瑶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。师傅累不累？我都心疼了。陈长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慕云瑶的攻击虽然猛烈，却对自己造成不了任何一点伤害。果然还是打不动，不过这么好的拳把子真过瘾啊。可此时看到陈长安那一脸臭屁的表情，刚刚消下去的气噌的一下又冒出来了。你如今好歹也是顶级强者，能不能收敛一点？你是打算一剑到底吗？师傅，剑只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将事实规律看透后的脚踏实地，扔掉一切道德外衣的真实，会自动看惯伪善的世人，但这正是我存在的价值。我本就不是一本正经的那种人，天天装正经很累的，活得潇洒一点，自我一点不好吗？或许别人不喜欢，但我很轻松。师傅，你本就是个暴力女，何必装端庄呢？我暴力吗？师傅，咱们还是说点正事吧。你说魔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哪里暴力啊？师傅，一直给魔族出谋划策的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有什么头绪吗？你居然说我暴力？师傅，咱们……我暴力你了吗？咱能不提暴力这事儿了吗？不能。要不咱们换一个话题。好啊，你跟太玄界那2个双胞胎怎么样了？顾仙儿那个侍女现在如何了？还有古凤瑶那个未婚妻呢？你们成亲了吗？在太古仙域那么久了，又勾搭了几个？师傅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全部。那我一个个说。陈长安倒也不是那种做了不承认的人，自己做过的事情为什么不认呢？所以大大方方的将慕云瑶的提问都回答了一遍。都怀孕了，你还将他们扔在太玄界？陈长安，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？太玄界比较适合他们，安全。毕竟太古仙域之前不太平。不过这一次回去之后，也应该给他们接过来了。又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也不知道孩子生下来没有。
这让慕云瑶都有些担心了，以后自己不会也大着肚子熬几百年吧？那也太折磨了。师傅，你干嘛？看着慕云瑶右手在自己的肚子前面比划了一下，陈长安也是一愣啊。这就开始幻想自己的孕后生活了，咋比我都还要着急呢？我在修炼。修炼？这何门何派的修炼功法，竟然是如此修炼的方法？你能够自创，难道为师就不可以吗？这是我刚刚自创的一种修炼方式。叫刚刚自创，为师还没有想好名字。没有想好名字，是没有编好吧？师傅，要不然我帮你编，想一个名字呢？也好，那你就想一个吧，好听一点，霸气一点的。不如就叫运怀天下，怎么样？运怀天下什么意思啊？运气吗？不，此运非彼运，这个运，嘿，陈长安，哎，徒弟老公在呢。你给我死！然而整整1年的时间，陈长安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魔族成员的气息。魔族放弃亘古仙域了？放弃？亘古仙域对于魔族而言，虽然没有完全掌握，但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他们怎么会轻而易举的就放弃？除非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的胜算，所以他们知道你的存在，知道无法在亘古仙域之中和你对抗，所以消失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师傅，如果你是魔族的魔主，知道有一个自己无法抗衡的强者，你会选择怎么做？避其锋芒，或者是转移战场。以魔族的性格和他们的种种表现来看，我觉得转移战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可如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魔族一直藏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无从得知他们会转移到哪里去。仙域这么多，哪里去找啊？长安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是我要是魔主的话，知道有我这样一个无敌的大帅逼在追杀的话，那么一定会选择跑路。只不过跑路是跑路，但我会你会怎么样？我会杀一个回马枪，直奔太古仙域偷家。听到陈长安的话，慕云瑶也是脸色一变。若当真如此，那此时的太古仙域岂不是危险了？他们不知道你是太古仙域的吗？如果知道，怎么会这么做？就算霸占了太古仙域，也受不住啊。如果不霸占，只是毁灭呢？魔族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他们可没少做。添了堵之后，他们再继续进行自己的计划。我灭掉魅族，他们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到，可一直没出现。说不定，他们趁着我在亘古仙域的时候，已经……说到这里，陈长安和慕云瑶对视了一眼，两人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回到了人族的地盘之中。大哥，你们回来了，魔族找到了。别问，现在就走，咱们得回太古仙域。啊？回去？怎么回啊？就算能够回到仙魔秘境之中，可是仙魔秘境开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呢。那就强行打开仙魔秘境的入口。师傅，你去通知这里的元医生，就说我们要回去，让他们暂时不用担心，魔族应该不在亘古仙域了。好。然而就在人族和妖族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魔族出现了。没有了慕云瑶和他的徒弟，这一次你们在劫难逃。他们两个可真是自作聪明，不过是略施小计，他们就上当了。你们活得也够久了，从今以后，亘古仙域将会彻底被我们魔族统治。放心，不会有人再进入到亘古仙域之中了。我们魔族已经将原本魔界到这里的入口彻底封闭，没有人可以救你们。入口是你说想关闭就可以关闭的吗？真以为我这么好骗？为什么？他们不是已经离开亘古仙域回到仙魔秘境了吗？为什么他们还会出现在这里？上当了？难道说这都是两个人的计谋？你们为什么没有走？走？去哪儿？真以为我会被你们骗啊？你们确实很能忍，不过我也没有那么傻。之所以选择离开，不过是引蛇出洞罢了。果不其然，在确定陈长安离开了亘古仙域之后，魔族就开始行动了起来。只不过让陈长安感觉有些遗憾的是，魔主似乎没有出现，而那个神秘的智囊同样也没有出现。陈长安，你果然够聪明。只不过有一件事情你并没有猜中，我们魔族要对太古仙域动手，可不是为了调虎离山。知道魔主为何没有出现吗？因为他已经率领其他人前往太古仙域了。又被你猜中了，不过你可没猜中，魔主去了太古仙域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失误了。猜中了？什么意思啊？
陈长安知道魔族会同时攻击太古仙域和亘古仙域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什么事都猜得到？你们这群祸害，天天除了搞事就是搞事，净给我添麻烦，就让我送君入轮回。在陈长安出手的那一刻，仿佛天地陷入到了静止的状态一般。众人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面前的魔族一个一个的消失不见，最终面前空空如也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呀？不知道，完全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。那些魔族就好像凭空突然消失了一样。好可怕的手段，好恐怖的实力啊！魔族这么多强者，这么多成员，就这么被灭了，太夸张了吧？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战力，才能够有如此丝滑的操作呀？然而此时陈长安在灭掉了魔族之后，便已经带着慕云瑶离开了亘古仙域。